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进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10多年了，他对我越来越敷衍，平常都懒得跟我说话。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爱了。在一起这么久了，一点信任都没有。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想让我们过得能更好点，但是我面对的却是无尽的唠叨。他以前会各种哄我，从来不跟我发脾气。现在却丢下我们娘俩不管，一个人出去潇洒了。有时候工作忙，回到家想清静一会儿，但他总是跟我抱怨起来没完没了，我感觉心很累。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张先生28岁，来自河北销售；女嘉宾何女士30岁，来自河北客服。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欢迎两位啊！你们俩可以啊，是认识多少年来着？10几？12年。认识12年，然后结婚几年？结婚6年多吧，还有个孩子5岁。对，所以你们俩这个是18年是吧？不是，一共12年。哦，今天为什么来呢？他现在已经1个多月不回家了，有的时候我还联系不上他。完了，我都感觉现在他都没有以前爱我，我感觉好像外面有人。什么情况？我现在回家不快乐。我回家不快乐，你就不回家呀？我一想到回家，我现在头皮发麻。为啥？我现在一回家，他就跟我叨不叨，现在总跟我吵，完全跟我们以前不是一个样子了。1个多月没回家了，发生了什么不回家？就有一天晚上12点多，他喝的特别醉，还让一个女的搂搂抱抱的给弄回来的。完，最可惜的是，把那女的走之前，他还跟我说：“嫂子，你别生气。”他说：“我们就是同事聚会，喝的有点那个开心了，喝多了。”他说：“你想着给我哥再沏杯蜂蜜水，省着头疼。”他算个啥东西？就是他让我给他，我照顾我老公，还用他告诉我。那你说是个女的，肯定都生气。对，生气，然后你把他同事轰出去了。我没有，我也要面子呀。我说啊，我知道了，我说谢谢你啊。然后呢？这事儿不就过了吗？那过了之后，后来我不是，那也不对。不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他解释了800多遍了，就是一个普通同事。主要是他第2天他给人家点咖啡，我就是一个普通点咖啡都点咖啡吧，他还给人备注，他说亲，谢谢你昨天送我回家，比心。他竟然还给人比心，我俩都这么多年了，他得5、6年都没说过爱我，也没给我比过心。主持人，这个一定是客气话，对吧？就是我当时我是跟他说了一句，亲，谢谢你送我回家。对客气的人才需要这样说话呢。我跟你，我怎么不这样说话呀？我也喜欢这么听。我跟你叫爱妃，不比这个亲。不是，你真把自己当皇上了？不，我们在家自己。真是的，我觉得这更亲切呀，对吧？哎呦我的妈呀！行，就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就轰出去了，还是就没有？后来就是说，因为这事生气之后，肯定生气啊。对啊，我就给他制定制度了，我就说每天晚上必须得11点之前回家。11点，我感觉正常过日都挺晚的了。那当然了。其实他已经答应我了，但他说话不算数。他紧接着没2、3天吧，他就回来晚了。不是那个，我解释一下，那是个例。那一天约了客户，然后我还特意提前给他发了微信了，就是已经告诉他了，他也没回我。然后我赶到回家之前，其实就晚了15分钟。我跟他微信提前也11点15分到的家。对，11点15分，我特别清楚。那他也是不在乎我，他要在乎，他都必须得11点之前回家。不，那关键是我就晚15分钟，然后我敲门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他也不回。然后我还明显能听到我们家的电视还响呢，他就是故意的。自己开门啊？不，反锁了。然后你呢？然后我还怕打扰到邻居，我也没太大声敲门，然后我就回我父母那儿了。就一回回了1个月，1个月。第2天我又回来了，然后回来他见到他第一面就直接问我，你还知道回来呀？其实我当然我是愿意回来的，就是他这样说话，我本身我工作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对吧？我不是为了我自己。然后我觉得有点受到无端的指责了，我也很难过，所以说我就又走了。
那你多说2句，多哄2句，没准都开门了吧？我就是想惩罚一下你，那谁知道你半个小时你都忍不了，你都走了呢？晚上11点多，我敲半个小时门，然后电话也不接，微信不回。明白了，明白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1个多月没回家了。他这次特别硬气，每次我俩吵架的时候，以前他都哄我啊，我也说过让他别回家，他都哄我，完了给我买东西，完了说好话。这次特别硬气，我都已经忍到7、8天了，他也没理我。完了我琢磨那我就低个头呗，我就带着孩子上爷爷奶奶家就找他去了。哦，他等于回自己爸妈那儿了是吧？他还没到家，特别晚了，我就等了好几个小时。那我琢磨打个电话问问呗，他就特别硬气，说啊我今天还不回家呢，我跟我朋友玩会儿。他说你走吧。主持人，那你说我都给他去了，他不要我就走。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他说的这个绝对就是他自己片面之词。他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死哪儿去了？就是他跟训孙子一样这样训我，我肯定是接受不了，对吧？那咱俩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这样啊。那我就感觉我都已经给你打电话了，还去了，我都感觉给你很大面子了。没有这样给面子的，你一点面子没给我。那你是给面子你不要？我觉得给面子不应该这样。然后就没回去。没有啊，他没回去呢。我都给面子他不要，那我就带孩子走了。后来呢？这1个月期间就不联系吗？他有的时候回来看孩子。看孩子完了，他也不哄我，我就给他哄出去。所以说我现在是没办法回家，我想回，就是我回去我真的是不快乐，我回去他就跟我吵。你要说你不快乐，我快乐。你看我俩也都结婚6年了嘛，我都是因为有孩子之后都4、5年都没办法出去工作，因为就是家老人都是也不方便带嘛，都基本上我俩带。完了我就一直在家看孩子。看孩子之前他说的特别好，他说到时候帮我一起分担家务啊，他什么都不干。完了，有的时候都哪怕回来再早，他顶多跟孩子也都是玩个半个小时左右。完了就说去找你妈去吧。那谁都知道那看孩子累啊，他反正我都感觉他也不理我，不关心你，不关心，没有以前好，以前都说的话可好听了。所以当同事把他送回家的时候，大概是很多年积蓄的一个炸药。对，他都是个点，他其实他都是不想回家，他都想躲清闲。你们以前因为什么事儿吵过呀？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前，我们以前其实关系真的很好，就为这事儿啊？也不是，就是自从有孩子之后，肯定都有矛盾。所以我就1个月去个1、2趟。哦，那公司允许吗？那不是他朋友吗？哦，难做吗？这一点还好，他主要是带着他们公司的员工集体划水，带他们女同事什么做美甲呀，什么按摩去了。这事儿也能怪我吗？那你说我问他了，我说你干完活了吗？我说咱一起去做个指甲去，那不很正常吗？女生，那他说他没事了，那我等于你去了他朋友的公司，自己不好好干就算了，还带着其他的女同事划水，是这意思吧？我感觉不算。因为我只是问他一嘴，他也是成年人，他可以选择拒绝我呀。好好。
那但是他竟然还打电话指责我，还骂我啊！正好那天在公司，所有人都听见了，我都感觉特别没面子。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都是你看我老公长得就是挺温柔的，而且就是脾气也特别好。他那天就破口大骂，我就感觉他不爱我了。不是我其实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我就是大点声跟他说话了，可能确实是比每次说话声音要大一点。他就觉得我好像跟他吵，那你都不应该，他跟你说的时候，你都应该问问啥情况。你说啊，我找我媳妇儿核实一下，或者打电话问我啊，这什么情况？你连核实你都不核实，他都开始说我就感觉你都应该相信我。不是主持人，你让你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我通过我朋友介绍他去的，对吧？这个事儿其实你这样我很难做，我朋友给我打电话，然后这样告诉我的，你说我肯定是确实不职业。对啊，那他离家出走这1个多月。你就等于找过他1回，是吧？对呀。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那我觉得至少态度端正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他，我能开心的时候，我才能回去。妈呀，还拿上劲儿了！今儿是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要来干嘛呀？那他总也不回家，这日子咋过呀？哦，你要请丈夫回家是吧？我凭啥我请啊？你的意思就是让他们4个给你把丈夫请回去呗？那反正不能是我请他。不是，现在是我们2个人呢，就是有点交流不了。其实我也想回去，但是他一丁点面子不给我这样我也没办法。关起门来要什么面子？那都是他的黑暗，我好着呢。你做好心理准备啊！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呀，的确是啊。那天那个醉酒送你的那个女同事，要听说你1个月不回家。
我下边我能做什么台阶，然后呢给台阶，咱们往前走一走，好吧？啊，相爱其实就是互相服软。女生说我都给你台阶下了，你都不下，你给的那个是布满荆棘的台阶，她要踩着那个刀山下这个台阶，你觉得她会下吗？女人经常说，哎呀，我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还不知道我吗？是，我知道你，但是你那张刀子嘴无数次捅到我的心里面，你觉得我不得死千百次吗？你以为你的那些话不伤人吗？你现在又会说，那我一直都是这样啊，你怎么现在就不行了？你一直这样不代表你一直是对的呀，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的呀。哪有跟自己老公说张嘴就你死哪儿去了？你这是给台阶吗？那我在我公公婆婆家等了特别长时间，那我肯定也你当着你的公公婆婆就跟你老公破口大骂你死哪儿去了？也没有，就是在外面，就是他们在屋看着孩子。你既然都等了那几个小时了，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主要是他一开始跟我说的是回我公公婆婆家，那后来还没在，完了我等了特别长时间。那你去的目的是啥？你这种就是傻女人，你知道吗？目的没达到，给自己气够呛。然后对方还不领情，你傻不傻？你坏就坏在你这张嘴上了，你知道吗？台阶你也给了，然后对方就是不顺坡下，为什么？就是你所有的内心真实的想法都是用反话说出来的，而且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约定好了11点回家，如果真的有那么1、2次没有按照这个时间，提醒就好了。你越死命的要求他，他越有叛逆的心理。主要是这事我俩不是发生完之后没几天，他都开始，就是他都说好了，就答应好了，就没2、3天他都反悔，我都感觉就是不尊重我，而且也不爱我。一次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来，然后就是不爱你的表现了。那我跟你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要求不爱了的话，你要怎么办呢？你要让一个不爱你的人扭转过来爱你吗？都不爱了，那你不就应该掉头走吗？你求他爱你啊？毕竟你不要把不爱，不要把这些话挂在嘴上。为什么我说你是个傻女人呢？你们的夫妻感情，你们之间所有的矛盾和隔阂，都是你这张嘴造成的。学会说话，你想让人家回家，你就好好跟人家说。我们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你就是把它越推越远啊。为什么说爱是服软？服软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比起争个输赢，我更在乎你这个人。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在嘴上逞强是没有用的，其实你是离不开他的。最后不是还是这样要请人家回去吗？你图个啥？他得说好话回来。我告诉你，张先生今儿就不回这个家，你让他这个台阶一直铺下去，就不回这个家。他敢？你看他敢不敢？马上就有下一个女人送他回家了，回的还不是你家，是人家他爸妈家。其实我俩呀，都知道对方还深爱着彼此，就是我俩现在有点交流不了。其实我特别想听听老师们，就是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相处。我知道我这1个月没回家，我也有问题，但是我也走不出来这一块儿。但是我俩确实是都爱着彼此呢。来，听我说吧。第一，先不要着急让他回家，你也先不要着急回去。回去之后也是恶语相向，然后又再次离开，对不对？所以不要着急回去，先想清楚为什么要回去，先去充分体验没有他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们相识12年，结婚6年，应该是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在一起吧？所以在你们俩心中都会有一个错觉，我们是分不开的。我们怎么可能分开呢？就是因为这份安定，导致你们在很多情况下都不给对方留面子，因为你们会觉得我们的爱情是坚固的，我说什么都行，我今晚上不回来都行，因为我们俩分不开，所以才出现了很多任性、嘴硬、要面子、分个对错。而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现在就是你们不要在一起，各自去想，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啊？这个家我为什么11点钟一定要回去？你在家里做家务，
老公在外面挣钱，你觉得你最忙，对不对？对。你觉得你很辛苦是吧？是。好，你自己忙啊，你自己在家做家务，他不回来了，你能支撑起这个家吗？你在外头很辛苦，对不对？应酬、喝醉酒伤身体，回来我多辛苦啊！为什么晚15分钟回来就不给我开门呢？好啊，你别回来，你去外头工作去，谁给你洗衣服，谁给你做饭，你怎么能享受到跟孩子的天伦之乐？你们千万憋住了，谁都别主动让对方回来，憋到什么时候？不，感受没有他的日子，你能不能没有他？他的优点在哪儿？当这个时间长的时候，你开始一定是怨他、恨他，说你这么不体贴我。但到后面你会发现，我很需要的。你想的都是他的优点，你也是。你想他做的饭，你想你们3个人一起去玩那天伦之乐，你想，那会儿你不会想他的，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怎么这么把我锁在外头？你不会了。你们不想通，谁告诉你们怎么做，都是无意义的。自己体会，自己学到。悟到才能真正的核心上解决问题。他们2个人在想，水平不行啊，你们这些老师啊！本来我这来，你们只要给梯子一架，台阶一铺，我们就好了。你们现在连梯子都抽了，我们怎么好啊？你看人家话说的多好，你教教我怎么沟通，是吧？那怎么沟通？哄哄呗，是不是想听这个？哄过啊。其实我跟你讲个事儿啊，你们的问题比你们想象中要严重一点。他现在这个状态叫什么？你知道吗？他叫不伺候。他是真的不会沟通吗？不是的，他只是不想以以前的沟通方式再跟你沟通，对不对？是不是很简单吗？你知道为什么？你看你们2人在一起认识12年了，他太会跟你沟通了，他知道怎么跟你沟通。被你骂2句吗？你吼2句吗？然后一低头，又回到你身边，脸皮够老，脸皮够厚，你马上就没事了呀。这不就是你们以前的沟通方式吗？但他现在不愿意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天，这个28岁的男人发现我也有尊严，你没想到吧？你没想到他居然有一天，他居然有尊严，他敢有尊严。他刚才跟你说的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是什么？你当着我朋友的面，你说你死哪去了？所以说他变没变？变了，一定变了。但是应不应该变？那我这么跟你讲吧，就是你跟人的相处的方式，10几岁的时候，我可以说你是娇嗔可爱；20几岁的时候，哎，我还可以说你这个人童心未泯吧。到30多岁的时候，我只能说你是作妖了。人是随着年纪，我们在面对生活、面对人的态度的时候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成长嘛。当他开始成长了，开始理解我这人是需要有尊严的时候，然后你还是把他当成一个10几岁认识的小朋友，你就是我的，我就是要对你呼来喝去，怎么了？尊严呢？平等呢？这跟爱没有关系。我爱你，但我不伺候你了，可不可以？我爱吃橘子，今天这个橘子不好吃，我不吃了，行吗？不行。所以你选择继续作妖呗。那我买都买了，你为啥不吃？我可以啊，可以离婚啊，不合适了，难道不能离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他都得收着。不伺候了，就不伺候了，你能怎么办？他跑到这儿来说：“老师，你教教我沟通的方式。”你让人沟通了吗？你接受沟通吗？你接受改变吗？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把你宠成这个样子，把你骄纵成这个样子？姑娘，人是要成长的。如果你不成长，任何人再爱你的人都可以离你而去。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出言伤人，暴力沟通，不给人留任何的情面，是你在破坏爱情，不是别人。至于你，小伙子，成长不起来也是你惯的，也是你宠的，所以对他这样的人，你得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你得给他一个成长的冷静的时间。怎么沟通？等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愿意和你平等沟通的时候再沟通，就这样。他们俩是正是应了那句话了，就是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认这句话吗？不认。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女人不是女人啊？
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会在丈夫没有什么责任的情况下把丈夫锁在门外的，这叫傻。反正我干了。你干了，所以我说你不是个女人嘛。我这里的特指的是成熟的男性和女性，他是有标准的，不是在情绪上处理问题。你是情绪啊，说你不是男人，你服不服？那我也不服啊。谁离家出走啊？叛逆期的孩子离家出走，很少听到成年人要离家出走的，这不荒唐吗？你这吊着算哪一出？为什么不说清楚呢？我希望怎么样？我们平等的交流。成年男人是要跟别人可以坐在谈判桌上谈条件的，小孩才会哭闹和离家出走。撒泼有用吗？撒泼有什么用啊？老公该跑还是跑。他敢。嗨，这1个多月都不回来了，这你还敢不敢的？不跟你说了，192就要爱，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知道我平时有点任性，但是我感觉我这几年脱离社会之后也有点焦虑。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也努力的改一下我的脾气，以后跟你好好说话。你能回来吗？我再考虑考虑。那你就别考虑了。把这话说完。我都问你还要不要我和儿子？要啊。要都得回家。看见没有？所以你问那个沟通的模式和交流的模式是什么？就这个，绷得住啊。他情绪不稳定，你情绪稳定啊。我真以为你转了性儿了呢，就那么温柔了30秒都不到，你知道吧？不到15秒钟之后，立刻就开始撒泼了。那我也给了。啊？那也是给台阶了。我知道他什么样子，所以说，不用你说，我们都能感受得到，就他那一番一番的。所以啊，像男人一样的去战斗。谢谢2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于老师预测一下。人啊，不能太撒泼，你在这方面任性了啊，在别的方面你就会失去更多。女方其实会出来的，男方有可能杠一杠，可能不出来。我是希望男生别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男生可能没有这个骨气。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骨气出来了，你就别抱怨，接受我老婆就是这样一个刁蛮的女人，没办法。对，那大丈夫还有另外一面呢。对，能屈能伸呢。对，你屈也是大丈夫。对，我希望是双不出。哟，双出了这问题解决不了，生活当中还得重演。双不出才是，就是在真正的开始。对，不破不立。我杠一杠，男出女不出。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都知道你得出来。行，哎，12年了，我再拿捏不了你。来。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听话呀，就听一辈子的话，就别再反抗了。也看出来了啊，这模式已经形成了，还是你厉害。请回。你看这脸洋溢的成功的微笑。哎。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他总是在别人面前散发魅力，还特别爱玩，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想让他收敛一点。他总是说我爱玩，但我爱玩又不花心，他总是管着我，我觉得这不像谈恋爱，特别像找了一个伴。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应该多陪伴，他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人，可是在他心里好像什么都比我重要，我真的很难受。他特别古板，
像活在上个世纪的人，根本不像年轻人。我做什么他都受不了，还总爱吃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22岁，来自安徽学生；女嘉宾21岁，来自天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为什么而来？是他要来的。不，他要来是要来，为什么来？姑娘。因为吧，我就是觉得他这个男的很小心眼子，而且总喜欢给别人当爹。哦，爹味儿太浓是吧？对，我跟他谈恋爱，感觉只给自己找第二个爸一样。哦，这具体说说好不好？从我们两个认识开始吧。本来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之间呢没有任何交集。他是别的班的，我们两个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参加了一个话剧社团。他呢对我就是刚开始非常的献殷勤，但是那叫互相来电，不叫我献殷勤。好，对，不出1个月，他跟我表白了。他就跟我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洒脱的姑娘，然后呢想跟我在一起。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我说实话，但是我就跟他讲，我有一个暗恋了1年的学长，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长得特别帅。然后我这个人吧，就是如果要谈恋爱，肯定是想谈最好的，因为我本身条件我觉得也不比谁差。虽然说追他姑娘挺多的吧，我就抱着一个那种可能会失败的心思，但是就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嘛。我就说我先去追求一下，给自己之前的半年的暗恋画上一个句号。然后他气的，就是后面我被校草拒绝了，我就跟他说，要不咱们在一块儿吧？我觉得这个也画上句号了嘛。结果他摆起架子来了，他跟我说，你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是给我冒出金句来了，他不是说我摆起架子，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就做的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们两个就互相喜欢的，然后他又突然冒出来一个校草的一个什么暗恋对象，我就觉得他就应该再追我一下，不然我不成备胎了吗？我不是老师，他不是备胎，我当时追求校草是因为我觉得他帅，我就单纯觉得他帅，但我追求他，我是觉得我们两个是真适合谈恋爱。我只不过就是想给我之前的暗恋画上个句号。那如果当时那个帅哥同意了呢？你看他这是什么行为吗？听明白了，我要是你，我也很伤心，这不是心眼小。但是我后来不弥补他了吗？他摆架子，那我一女生，我说他让我给他带1个礼拜早点哎，我说行，我给你带就给你带呗，我可没他那么小心眼子。然后我就连着给他买1礼拜早点然后最后呢，这架子也放下来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块儿了。这不就行了嘛，过了就过了啊，还有啥事儿？就是吧，我呢比较喜欢穿一些时尚的衣服。他其实刚开始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挺欣赏，觉得哎呦我对象长这么好看，还天天夸我。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乐意了，对我穿搭指指点点。每次我出去玩的时候，不都说女为悦己者容嘛？穿一身漂亮的衣服，我觉得应该给他带来更多的面子。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他这样。你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不是，你先听我说。我不想听你说。就是我觉得满分100分，完了之后他为我打扮10分，我就觉得够漂亮了。而且他平常穿的衣服，我觉得不能说时尚吧。今天我带来了点照片，我觉得挺暴露的了。如果要真的就是拍照的造型的话，我觉得还行，因为拍照嘛，就各种角度、各种造型都可以尝试。但要生活中穿成这样，我比较保守啊。这是写真吧，还是生活？写真都有。哎，写真就正常啊。行，我明白了嘛。男生对你穿衣服这个他比较干涉是吧？对，就是我不管就是冬天还是夏天，他总给我带一件外套出来，而且还倍儿丑。我就觉得我打扮那么好看的话，我全被你毁了。我不穿他还不高兴，他总这样呢，我肯定也发脾气。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再这样，我就跟你分手。然后呢，他也不敢跟我吵了。后面他开始委屈，他也不跟我说，那有啥事不能好好说嘛？然后他没事给我耳边叨叨2句，说：“哎呀，你这穿的欲言又止了。”那可谁不憋屈嘛？那我也不敢跟你大吵啊。主要是老师，你知道什么吗？他给自己憋哭了，他跟我哭。不是，就是不是你这事儿也要拿上来讲吗？那本来就是我只是私底下哭，没有说就是大庭广众的那种，对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说明真伤了心了。
就我很吃醋的。理解。这姑娘，我累了。然后呢？哎，我就问你哈，如果说是你那个之前暗恋那个校草，他这么让你说不要这样穿怎么的，你会听他吗？别瞎比。他是个男人不让我穿，我爱穿啥穿啥，我穿又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我给我自己好看就行了。他不光是因为这一点，还因为什么？他不是嫌弃我有个人魅力啊，他就是嫌弃我跳舞。跳舞本来就是我的一个爱好嘛，我就出去找了一份兼职，也是跟跳舞有关的工作，在一个音乐餐吧里面。然后他知道了，不让我去，我说我得赚钱呀。他就屁股后头跟着我去，他天天跟着我去。人家都在那儿吃饭呢，他就在那儿啥也不点，就在那儿坐着，就在那儿。他这是避重就轻哈，他那个不是音乐餐吧，是音乐酒吧。就为啥我跟着你去呢？就是因为那地方鱼龙混杂的，我不放心啊。谁规定餐吧不能卖酒了？那卖酒的就跟酒吧一个性质吗？然后工作这事儿也就算了，我下了班之后跟我小姐妹在那儿喝酒，一个男生都没有，就挺开心的。我让他要不跟我们一块玩会儿吧，他坐那儿一天了，不去，就坐在那儿看着我们。哎呀，哪个男生被我们吸引了？哪个男生有什么眼儿看我呀？给我们拍照的。因为我想让他赶紧回去，那时候已经11、12点了，我觉得他工作差不多那个点下班了嘛，没必要在那儿待着了呀。那么晚，他那些小姐妹又不都是上学的？你就是不想让我玩开心，因为你自己不开心，你也想让我不开心。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了啊？哎，你看他地方又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听明白了。他总是拿自己当一个爸爸一样啊，不是拿自己当爸爸，我是觉得这就是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呀。早点回去休息。是的呀，别睡得太晚，是吧？女生觉得我爹才有资格这么说我，是吧？对呀，我也不一定听呢，是吧？啊，更何况你是我男朋友，是吧？好，这叫管束。还有什么不满意？他呢，不光吃别的男人的醋，他连女人的醋都吃。我有一个闺蜜，我们俩处了9年了，她呢总爱换男朋友，她有时候现男友呢就知道她这一点，就担心她，就经常跟我联系，问问她在哪儿呢。我跟我闺蜜已经9年了，我不可能说把她给卖了呀，我肯定得瞒着她对象。我就说她跟我对象在一块儿呢，我们一块儿吃饭呢，你要有啥不放心的呢，你就给我对象打电话。转头我跟我对象说，你这事必须得帮我闺蜜瞒着，你千万别露馅了。然后他了一下，转头人家电话打过来，他说他出去接一下电话，他也不当着我面打，然后跟人家说，你对象不跟我们在一块儿呢，不知道又去哪儿喝酒了。结果转天我闺蜜跟她对象吵了一大架。为什么我要这样？因为我觉得你闺蜜这样子来回来去的，而且我们跟她那个男朋友也是朋友，对吗？我觉得我们这样骗她不好，而且她这样难道不应该受惩罚吗？那他俩吵了3天3夜，然后跑我这儿来哭就好了是吗？那你这不助纣为虐吗？你这不是？啥叫助纣为虐？那你就是那个虐。等于希望你男朋友帮你闺蜜去隐瞒一些事儿，他没做。就是我觉得他不仗义，哦，不仗义，你是太仗义了。不是，哎，我就这么说，换位思考，如果要是哪天你哥们儿需要帮忙完事儿的话，那我也帮着呀。那你跟你哥们儿，难道你没帮过你哥们儿完事儿吗？这种原则性问题，我觉得怎么能瞒呢？原则性啥问题了？我不比你了解我闺蜜呀，我知道她在干啥，你知道吗？她在干啥？她喝酒啊。有男的吧？有咋了？有咋了？不仗义，不仗义，小气、爹气，还不仗义，还有啥？对啊。就她闺蜜老找她借钱来着啊！上一次说什么生病了，完了找她要500块钱，她倒好，然后夸一下把银行卡密码啥的全都给人家了，然后我就跟她闺蜜说，你可以借钱找我借嘛，就是你要借多少，你要借500好，我给你借，然后完了之后，到期我们约定个时间，然后你还给我，对吧？就是因为我知道她闺蜜这个人呀，就是喜欢到处买，然后她花钱没有个数的。所以说，我就不想让她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那些生活费啥的，一下子就给人家了，她也不好意思要。那是我的闺蜜呀，那是你闺蜜吗？我用我自己的钱，我去给我闺蜜花，那怎么了？我花你1分钱了吗？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公无私啊？我啥要大公无私了？我就借她500回，我就算我给她3000块钱，也够买我们9年交情了。你是把银行卡都给人家了？那怎么了？密码都给人家了？那里头就3000块钱呀！我给你买那球衣、球鞋的，加起来没有3000。这张卡3000。它主要不在金额，这里面男生谈的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好借好还，
对啊，对吧？对，你不能没有边界，他是这个意思。是我。关键是他好面儿，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他不好意思找人要回来。懂了，这钱还了吗？借的钱？还了，那肯定是得还了一半，然后说下个月，然后都拖多久了？那是我闺蜜，那不是你朋友，你不要逾矩。那你还没边界感呢，你是不是喜欢我闺蜜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那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好，姑娘，你要是这么大手大脚，确实需要这么一个男朋友给你看着点钱啊。谈了1年多是吧？见过父母吗？见过。这次放假带他去见我妈来着。哦。其实呢，他想带我去见他妈也是有目的性的。他父母是离婚了。哦，离异。然后他一直找他爸爸要生活费，但是自打我们谈了恋爱之后，他就觉得经费有点滋转不开。他就跟我商量说，他妈那边啊有一笔留给他结婚的钱，说想让我去见见他妈妈，跟他妈妈吃个饭。然后我其实我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我是比较害怕的，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特别不自由了，我就不太想去。但是呢，经不住他百般求，我觉得这笔钱啊，我还是帮他要过来吧。我也出于仗义，我就跟他坐火车去见他妈了。他妈没想到挺喜欢我的，然后就哭一下子想给我转，把他那钱都转过来。我说这可不行，我就跟他说，阿姨，其实我们就要一部分钱，剩下那些钱您先替我们保管着。然后好说歹说，非得给我们了10万块钱，就把那个钱打给他了。然后他转头他就把那个钱跟我手机绑定了，我就觉得压力特别大。我之前我跟你说过的哈，就你没必要感觉到有什么压力，因为这个钱不是说我是拿这个钱来捆绑你，我只是想着马上我们不毕业了嘛，还有1年，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咱俩合租嘛，对吧？然后我想让你安定一些，你不要总是那么在外面疯玩。有了这个钱，我们可以干很多事情啊。你那是叫我安定吗？你那就是限制我。你见哪个正经大学生出去合租啊？再说了，我觉得在大学宿舍里面待着挺开心的。我说的是毕业你还待宿舍啊？他现在我还没答应他呢，他就开始给我列条条框框了。他就说，如果以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小家，一定要好好收拾卫生，家务我们共同分担，一定要一起做饭。我觉得我外卖吃的挺开心的，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做饭啊？那你会做饭，那你做不行了吗？那我这么要求你，是不是说我是想？你看要求，我最接受不了的一点就是，事儿还没成，他提前给我约束上了。我之前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在外面就是玩儿，然后他都是过到后半夜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到家没，结果现在10点。一个电话打过来了，跟我说你回宿舍了没？就是以那种父亲的语气。10点钟也该回去了吧？不是你这么要求一个成年人，你不觉得很过分吗？那你能保护好你自己吗？那我爸也不能保护我一辈子，那不照样是让我出去生活吗？那以后你要我干嘛呢？你做家务，做饭。我说的是共同分担，怎么就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哎，不是，你不是吃外卖吗？怎么又让人做饭了？因为外卖还是比较不健康的。他如果要是做饭好吃的话，我就不吃外卖了。所以你今天来干嘛？我就是希望让他改这些毛病，就是像他什么爹系啊，一些自私啊，懂啊，就这些缺点。懂，明白。我送你3句话，这件事儿一定成，真的。第一，人家想干嘛就干嘛。第二，打电话叫你去，他怎么开心你就怎么陪着他玩。第三，别老说以后，先活好现在，是这意思吧？其实你要这3点，应该有很多男生都特别愿意哎。对啊。那你为什么不挑那些愿意的，要挑他呢？他比较细心啊，然后比较会呵护人啊。可是他呵护这些东西，不都是爹干的吗？让你最反对的吗？最难受的吗？我觉得他有点呵护过头了。哎呀，还有什么原因呢？没选择那些人，选择他。我就看他顺眼。是看他顺眼呢，还是觉得他相对踏实呀？还是觉得他相对在乎和在意你呀？确实是。别愁眉苦脸的，把头抬起来。那10万块钱现在花了多少了？都还存在那存着呢。最好还给你妈啊，那是结婚的钱，别瞎花了啊。
行了，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帮助这对年轻的小朋友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匆匆岁月，这是恋爱应该有的样子啊，吵吵闹闹，但是脸上没有仇恨，只是观点不同，也有些交流啊，也有些碰撞。但是我看到两个人的性格其实的确有很大差异。如果处理得好的话，是一种互补。其实女生呢，这个性格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型的。按道理来讲的话，男生的风格可能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也弥补了你身上那些你自己达不到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细心呀，虽然你讨厌规划，可能随性一些，那他可能会管着你，让你做一些自律。所以两者之间，这个不是绝对性的这种合适还是不合适，看看能不能看到他对自己的好。如果一个性格特点发展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女生，从这个就应该是当爹的年龄了，我们这个年龄，像你这种性格的，那我们就特别担心，回家比较晚，又大大咧咧的，我们就特别担心你外面会吃亏的，是不是？你没有那个心，但并不代表着你身边的其他的男性不打你的主意，你又很爱面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吃亏是怎么吃亏的，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有你的生活节奏，但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这个不是他来帮你的，他帮不了你，你爹你妈也帮不了你，是由你自己来帮的。另外一个，谈恋爱了，那么就意味着你们彼此有牵挂了，你就不能完全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得照顾一下他的感受，那才叫你是他的女朋友，他是你的男朋友。那么男生呢，你适当当爹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让她成为你未来的女朋友，你的妻子，你现在如果用了过多过日子的方式，可能还没到那儿，人家已经被约束跑了。喜欢她，首先你得要欣赏她，她的性格就在那儿了，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她不可能完全变成你那个样子，记住，不可能的，你只能说稍稍提醒一下，但是主流行为就是那个行为，所以说一小部分听你的就可以了，大部分你要欣赏她，懂她。如果你作为一个限制者、批评者、否定者，对他来讲是最讨厌的。所以两个人在恋爱当中要学会把握好自己的言谈举止，同时让对方感受到你在他心目当中是最关爱他的，是真实感受到的，不是光是说说的，好吧？好好的谈啊。恋爱谈的是现在还是未来？我觉得是现在。对，他谈的是未来。他是谈一段有未来的爱，有希望的爱，这样的爱会更美好。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在恋爱当中也经常会规划未来，会问男生，哎呀，你以后会不会娶我呀？我们以后会不会结婚啊？很多的女孩都会这么问的。我想你应该也有这一面，只不过跟他在一起的你谈的是现在的恋爱。那在他心里他就会比较啊，他为什么刚才会问你说，那如果是校草要求你不穿那些衣服，你会听他的吗？你犹豫了一下，就说白了，这事很简单，在他的内心他觉得你没有那么喜欢他，你更喜欢的是校草，而且更何况那是一份没有得到的爱，所以他心里一直有这个结儿在这儿，他一直在质疑你到底是不是这么的喜欢我。这是你们整个感情当中可能一个比较不好的基础和不好的开始。就说白了，我们常说的没有安全感嘛。为什么他要限制你去喝酒啊？为什么要觉得你闺蜜的那些行为不对啊？等等，因为在他的内心，他会把你跟他划为一类人。所以你们之间的问题矛盾就在这儿，分歧就在这儿。那其次，我其实更想说的是你个人的事儿。一个大学生喝酒喝到凌晨12点1点，我觉得不管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都不太正常。如果你20几岁的年纪就每天用酒精来充斥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未来的日子要怎么办？要干嘛呢？你现在的这个时间不正应该是好好规划我未来的人生吗？就是你不光恋爱不规划，你自己的人生也不规划。我是觉得他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要求你的穿着，要求你的工作，甚至要求你的交友以及你几点回宿舍。
我觉得是他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要有对自己的这个监督和警醒。是年轻人爱玩、爱聚在一起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凡事有个度，而且要有重中之重，以及我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什么事儿。我觉得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姑娘。恋爱不重要，恋爱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你的人生很重要啊。你可以换一个男朋友，但是你的人生换不了啊。所以更多想说的是你个人，其实你们两个人的恋爱一眼就看得出来了，谁更喜欢谁多一些，两个人对于未来的规划不同，就这样。我觉得你们之间不是爱情，因为爱情是相爱，男生是爱情，女生不是，女生是矫情。女生比较男生有3点，你需要向他学习的。第一点，勇敢；第2点，真诚；第3点，价值观正确。这就是爹味，你知道吗？哎，我都觉得我刚才有点妈味儿了。第一点，勇敢，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勇敢去表达爱，勇敢去表达爱，勇敢去追求爱。那个校草应该是，至少你现阶段的一个所谓真爱，但你只试了1次，你怎么知道再试1次不成功呢？至少我们不留遗憾啊，这就是一份勇敢。第2点，真诚。其实我分明可以感受到，你跟他在一起，你处处都在矫情。我就是要去跳舞挣钱，哎呀，你就在那儿等着我。我的闺蜜这样行为，我就是讲义气。凭什么10点钟要给我打个电话，像我的爹爹一样？你就是要处处彰显自己的自由。但是他初衷是什么呀？他不是你的父亲，他是想真诚对待这份恋情、这段关系。第3点，价值观。闺蜜的那种行为，你觉得对吗？如果你接受你闺蜜这样的做法，想必也符合你的价值观。但是她接受不了，这是她对感情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综上所述这3点，其实就是你现在和他分不开的原因。因为你知道，你遇到的一些人没有这么真心对你，没有像这个小伙子这么正，他是有他的优点的。只不过小伙子太着急了，这刚哪到哪儿啊？跟他你就放松的、松弛感的去相处，去享受当下。你不要做那些过度的，就是节奏太快，这些动作没有意义。把10万块钱一定要还给你的母亲。这个女生也不错，也很单纯，她现在在享受自己生活，享受着自己的青春，没有错误，人家也没动你那10万块钱，对吗？如果你们俩不能在一起，不是因为彼此谁对谁错，就是不合适。但只要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行为就行了，对不对？充分享受你们之间现在的感情吧。但是我想可能时间不会太久，就这样。挺合适的，你得听得懂人说话，人都说要吃你做的饭了，听懂了吧？这不是说了吗？你做饭，那得听明白，是吧？俩人我都挺喜欢啊，一个是干净而洒脱，一个是安全又稳重。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姑娘，这个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词，叫时候啊。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刚生完孩子，然后这个男人出门的时候都要带一件衣服，给你避避寒，怕你身子骨不舒服，哎，是个完美的男人。如果今天你到了30多岁，你还去上班，这个男人到晚上都会来接你下班，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啊，他还那么爱我。但今天就不对了，就变成了拘束，这就是时候的问题嘛。姑娘，你可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们现在就是玩啊。对，现在就是玩。我跟你讲，看起来好像是你在选择男朋友，其实你在选择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现在摆在面前就2条路啊，一条路是以娱乐化为主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就追求极致娱乐；还有一个是以提升价值为主的未来生活方式。2种生活方式就放在你面前，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而且你也是个好姑娘，也知道我要挣钱要怎么样，但是你挣完钱之后你还要去喝酒，所以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无非就是一个交叉路口嘛，就一条线走向，可能是有一些单板，可能是有一些刻板，但是我的价值慢慢的会提升，就你说的那种爹味很重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里面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伴侣，走下去的话能走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而另一条路你现在就可以肆意欢悦，可以很开心的玩啊，这也是你的选择。所以说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如还是好好的相处下去。我觉得你们啊，彼此已经为彼此在做出改变了，可能你们自己都没有感受。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慢慢的磨合，慢慢为对方做出了妥协嘛。那说不定在这样的妥协下去，我们突然之间有一天那个时候就对了呢，谁知道呢？且走且珍惜呗，就这样。我是也挺喜欢的，就没有什么，就是年轻人嘛，就挺好的，干净的一段恋爱嘛，好好谈恋爱，开开心心的。重要的是你们在恋爱当中对自己的内心一定要保持忠诚，对爱一定要有敬畏。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其实被你管着，我也没有感觉那么难受。我觉得可能还是有10%的开心吧，起码是被人在乎。反正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只要互相喜欢，就是说都给对方一点信心吧，就互相磨合，一定可以走下去。之前你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不是太在乎，我只在乎就是我们的现在以及我们的未来。我知道，但是人不应该总把目光放在未来，你同样你现在过程也应该过好。会过好的。我能相信你吗？啊哈。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于老师，预测一下怎么样？肯定会双出了，只是送上一句话：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呢，也不能完全想着自己的感受，也多看看、理解对方的感受。应该会双出的吧，再谈谈吧。双出没问题。来吧，我们看这对年轻的恋人是如何选择的，请开门，请开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谢谢两位，请回吧。祝他们开心恋爱，认真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再一次谢谢4位导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 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